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正准备一拳砸向云山的心脏，将这3年的债尽数奉还给云山。下方的云韵突然尖叫着大喊不要。看着云韵，萧炎充斥着杀意的心境也出现了一些颤动。海波东等人被这个变故搞得紧张的几乎想要跳脚。今日这场大战的输赢全在萧炎这一拳上。云韵看到萧炎眼中出现柔软时，脸上的惨白慢慢变淡。他知道这个时候出声干扰萧炎，有些蛮横又不顾及他的感受，可这些都不足以让云韵眼睁睁地看着云山死在萧炎的手中。但萧炎却突然收回目光，眼中的柔软被浓郁的狠厉和杀意取代。他早就说过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杀云山，即便这个人是和他关系颇为复杂的云韵。萧家的血债必须有人来偿还。萧炎的话音一落，云韵苍白的脸颊瞬间惨无人色，身体不停地颤抖，眼中也开始涌现雾气。萧炎的拳头终于落在了云山的心脏部位，这一拳接一拳都是为了他的父亲死去的萧家族人萧鼎的瘫痪，萧厉的寿命将近而打的，那种仇恨只能用鲜血才能够洗刷。当萧炎的拳头落在云山身体上时，海波东、嘉刑天等人也终于松了口气。云山死在了萧炎的攻击下，药老接住因为力竭而坠落的萧炎后，萧炎提醒他快抓住云山的尸体。为药老炼制躯体，斗宗强者的骨骸是必不可少的，但药老却晚了雾护法一步。雾护法抓住云山的尸体后，强行将他的灵魂扯了出来。他说过，今日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都要将他们擒回魂殿。说完，雾护法便将云山的灵魂一口口吞噬，来壮大自己的实力。药老袖袍一挥，想要利用古灵冷火打断他的秘法，但魂殿的秘法却并没有那么好破。雾护法将接受过魂殿力量的长老们的灵魂也尽数抽了出来，这些长老都是云岚宗的中流砥柱，他们若是出了事，云岚宗就真的完了。云韵的封印随着云山的死也自动解开了，又恢复了斗皇的实力。此时见云岚宗有难，他的俏脸铁青飞向那团黑雾，让雾护法将他们的灵魂还回来。可惜的是，云韵连雾护法一招都接不下，雾护法的实力大涨，药老知道今日怕是不能善了。这么多年来，这是萧炎第一次感受到药老的不安和不自信。他告诉药老，自己绝不会让他落在魂殿的手中。药老拍了拍萧炎的肩膀，让他尽力而为。他能交给萧炎的都已经交了，其余的就得靠他自己。魂殿虽然强，可萧炎的潜力无限。药老相信萧炎日后迟早有一天能够和魂殿抗衡。听到药老像交代后事的语气，萧炎的心猛地绷紧。两人谈话间，一道全身笼罩在漆黑甲衣下的雾护法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这些甲衣上面布满了一个个面色狰狞的人头纹像，而这些人头全都是被吸走灵魂的云岚宗长老。雾护法的气息比之前强横了好几倍。云韵看到他甲衣上布满痛苦之色的人头，异样的愤怒，下令让云岚宗所有弟子、执事和长老结阵。雾护法见云韵这么不识相，正准备有所动作时，云岚宗后山一道剑鸣声响彻天际。几个呼吸间，纳然嫣然就出现在广场上空。他扫了一眼周围，问云韵云岚宗发生了什么事。听到云韵说云岚宗怕是要完了，纳然嫣然也终于看到了云山和那些没有了生命气息的长老们。他嘶哑着声音说，这是谁干的？而后目光落在了天空中的萧炎身上。萧炎没想到几年不见，纳然嫣然的实力竟然也到了斗王巅峰的层次。一旁的药老说，他体内的斗气虽然浑厚，却并非真正的属于他，想必是得到了云岚宗的传承。听到药老的话，萧炎才松了一口气。对于这个曾经差点成为他老婆的女人，萧炎还是有着一股不小的攀比心。从惊讶中回过神的纳然嫣然似乎是明白了什么，愤怒的让萧炎有事就冲着他来，何必找云岚宗的麻烦？当年的那些事早就有所了断，没想到萧炎竟然还没忘记，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萧炎淡淡的说，这里和他没什么关系，他没那个资格，也没那个本事。云岚宗害他父亲失踪，大哥瘫痪，还差点将萧家杀得鸡犬不留，这些血仇他萧炎必须要报。纳然嫣然完全不信云岚宗会做出这些事。在听到云韵说这些年他也被软禁了，那些事都是他师祖一时糊涂干的之后，纳然嫣然的脑袋一阵眩晕。等听到云韵说云山是败在萧炎手中后，他更是十分震惊。
震惊过后，他便听从云韵的命令，帮他掌控阵势，为云岚宗那些被吞噬灵魂的长老报仇。云韵结出云烟赴日阵，一柄庞大的能量巨剑冲着雾护法而去。雾护法不屑地摇了摇头，一股诡异的黑色雾气将巨剑尽数包裹。云韵瞬间失去了和巨剑的联系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凝聚了云岚宗众位强者的一击尽数消散。云韵一咬银牙，不肯放弃地再次结起了手印。雾护法被云韵搞得十分不耐烦，凝聚出一个庞大的黑色手掌，对着云海狠狠地拍了下去。云海一破，维持阵法的云岚宗众人都受了牵连。云韵稳住身形后，满眼颓败地说：“今日天亡我云岚宗。”雾护法将云韵等人击退后，便将目光投在了萧炎和药老身上。今日他们两人谁都逃不掉，灵魂他要，萧家的人也要。萧炎脸色一变，心里想着今日即使拼了命，也不能让雾护法对药老不利。药老却一把抓住他的手，让萧炎去海波东那边。他安慰萧炎，即便雾护法实力大涨，但想要杀他也并不容易。说完，不等萧炎回话，药老一掌将他推向海波东等人所在的位置。随后，药老的手掌浮现一团古灵冷火，想要他的灵魂，雾护法不付出点什么，还真没那个可能。雾护法目光一暗，代价他已经付了，现在便该是药老奉献灵魂的时候了。药老心头一沉，看来雾护法强行吞噬云山他们的灵魂，的确有着极大的后遗症。雾护法凝聚出大片的黑沉沉的云层，和药老交手，一时间天空上黑云密布，雷声滚滚。萧炎的脸色十分难看，炼药师出色的灵魂感知力，能让他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天空上的战况。药老毕竟是灵魂状态，明显的落进下风，时间再拉得久一点，他必败无疑。而现在萧炎自己又身受重伤，自保之力都没有，不然还可以凝聚三色火莲帮一把药老。天空上雷鸣闪动，黑云再度被撕开了一道缝隙，一道霹雳声响彻天际，两道人影猛地倒飞而出。萧炎心头顿时一沉，药老受伤了。雾护法看着远处身形越加虚幻的药老，怪笑着说：“不愧是闻名大陆的药尊者，到了这个份上，竟然还这么难啃。不过这样的战斗，你还能坚持多久？”药老面无表情，他也不信雾护法这种状态能一直持续下去。药老这话说到了雾护法的痛点，他阴森的一笑，既然药老对萧炎那么好，那只要抓住萧炎，药老还不是要束手就擒。雾护法一说完，不等药老有所反应，就直奔萧炎所在的位置。海波东等人被他一击挥开，就在他即将得手的时候，美杜莎女王突然出现，抓着萧炎飞身后退。萧炎拜托美杜莎，今日只要护住药老，自己这条命就交给他。美杜莎和药老将雾护法牢牢锁定。面对两位斗宗强者，雾护法不得不使出森罗万象魂之葬礼，他将云山的灵魂自爆，诡异的黑色光芒笼罩住整个天地。雾护法将云山自爆发出的灵魂力量推向美杜莎和药老，在这股能量之下，美杜莎口吐鲜血，急速后退，但本来就已经很虚弱的药老却逃不掉，甚至他的身躯都变得透明了起来。萧炎能感受到药老的气息越来越虚弱，药老也知道今日被捕已成定局，他将自己的古灵冷火本源留在了萧炎的额头上。药老告诉萧炎，或许以后自己不能再陪在他的身边，不过他也告诉萧炎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就死，这缕古灵冷火的本源留给萧炎，在萧炎熟练之后也可以施展它。不过因为古灵冷火被药老炼化过，所以并不能利用焚诀吞噬炼化它。若有一天药老真的遭遇不幸，萧炎额头上的火印就会自动消失，到时候古灵冷火就会成为无主之物。而真的到了那一天，就当这是药老送给他最后的礼物。药老还告诉萧炎，自己躲藏灵魂的戒指名为古炎戒，如果以后萧炎遇到了他的老友风尊者，只要拿出戒指，风尊者会相信他说的一切，也会帮他。药老让萧炎在实力没有强大之前，不要想着去救他和肖战。最后药老告诉萧炎，他是自己最骄傲的学生，自己对他一直都非常满意。雾护法在将药老强行收入一枚戒指后，朝着萧炎而去。此时的美杜莎因为追击雾护法来不及救援萧炎，就在雾护法出现在萧炎面前时，紫炎突然出现，应接下了他的一击。不等他再次出手，美杜莎便出现，一边攻击他，一边要他交出药老的灵魂。雾护法此时也已经后力不足，就在他准备逃走的时候，呆滞的萧炎终于清醒过来，想要将药老的灵魂抢回来。失去理智的萧炎被美杜莎拦了下来，而雾护法巴不得萧炎找上门去救药老。他告诉萧炎，魂殿的店主对药老很重视，短时间内不会对他如何，还让萧炎一定要去魂殿救人，他在那里等着他。
说完之后，雾护法以美杜莎都追不上的速度迅速消失。望着双眼赤红并且泛着泪光的萧炎，美杜莎安慰他，想要救出药老就努力修炼，而且萧家也都还要依靠他。当他安静下来，目光扫向云岚宗众人时，云韵终于忍不住问萧炎究竟想要怎样。虽然这些年云山所做之事对萧炎伤害很大，但如今萧炎已经杀了云山，也让云岚宗元气大伤。云韵哀求萧炎网开一面，就此收手。他还告诉萧炎，如果他要将云岚宗毁灭，即使是拼上性命，自己也要阻拦萧炎。萧炎紧握拳头，但片刻后还是告诉云韵，不要以为以性命相逼能让他放过云岚宗。萧家与云岚宗只有一方能存在于加玛帝国，这一点萧炎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。云韵听到萧炎的话，召唤出青色长剑，让萧炎击败他。望着对自己举起剑的云韵，萧炎十分生气，随后吃下一大把丹药，让自己虚弱的气息恢复了一点。萧炎体内的斗气缓缓涌出，而云韵这边，纳然嫣然让云韵将这场战斗交给他。虽然从生死门出来的纳然嫣然也已经是斗王巅峰，甚至随时都会突破到斗皇，但就算萧炎重伤，也仅仅这2-3回合便牢牢地掐住了纳然嫣然的脖子。纳然嫣然的命紧握在萧炎的手中，云韵再次出声，让萧炎不要伤害他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